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？还没上映就已经被锁定为今年的国漫黑马了呢？就连影片里的建模效果也被网友称之为中国动画的巅峰。看着狮头的胡须，每一根毛发都能清楚地数出来，还有狮头的毛绒感、狮面砂纸的哑光感，以及狮眼的通透感，都几乎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。就连极不起眼的尘土飞扬都做到了像素级别的还原。这样的建模技术被网友称为是迄今国产动画最可怕的技术。一个狮头的胡须渲染一帧就要花上10小时。然而这个镜头这么多个狮头，但为了能让画面中每一根毛发清楚地数出来，剧组并没有选择讨巧的手法应付过去，而是一帧一帧的去渲染。如此的锱铢必较，为的就是要载入国漫的史册。这部新片叫做《雄狮少年》。先不要划走，带大家再看几个镜头。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实景拍摄，但这其实是动画，放大看细节更是逼真。比如这段镜头不到1秒钟，可数据的质感纹理草地的根根分明，一点都不马虎。如果你是导演，你会不会为了不到1秒钟的镜头去投入10几万的经费？但这样的细节和用心在《雄狮少年》中比比皆是。导演孙海鹏也曾吐槽最终决赛的狮头太多了，可因为力求真实，他们还是拒绝用传统的几百根头发复制出几10万根的那种方法，因为这样做不仅毛发失真，而且还会严重的缺乏蓬松感，所以他们宁可选择最笨的方法，就是一帧一帧的去渲染。光渲染一帧都得要花上10小时，这样的不惜大费周章，为的就是能让我国的非遗文化完美的展现在荧幕中。这就是历史为古，艺术为印。与此同时，除了建模质量之外，这部国漫更值得一说的是，没有依靠神话的 IP 流量，没有大喊一声就觉醒力量华丽变身的超燃场面，而是以我国传统非文化遗产武士为背景，去讲述的一群少年勇敢追梦的故事，并且继承和发扬了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。舞狮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表演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有南北之分。本片讲述的是南狮文化，南狮又称醒狮，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文化遗产，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。随着中原南迁，舞狮文化传入岭南地区，出现在广东南海县，也就是现在广东省的佛山市。醒狮的醒字，即寓意醒狮醒国魂，击鼓振精神。在古代，舞狮是一种有驱邪避害的吉祥瑞物，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，必有舞狮助兴，长盛不衰，历代相传。之后更是广泛流传于海外，华人扬民族之威，立中国之魂的重要仪式，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十分深远。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，舞狮属于正在没落的传统艺能，曾经热闹一时的舞狮文化落得无人传承的尴尬境地。但是有这么几个留守少年，他们选择扛起这沉甸甸的狮头，既是实现自己的魅力和价值，更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在外的父母知道自己很了不起。雄狮少年的故事从头到尾都在传递一个观念，只要持有梦想，废柴也能变成雄狮，照样也能有在万众瞩目之下仰天咆哮。不服输的少年就像曾经的我们，只要一腔热血还没彻底熄灭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如同本片中的一句台词所说，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，我们就是雄狮。